既吃不记打，俄810海军陆战队又被海马斯精确命中。被多次重组的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为何损失如此惨重？俄军战损居高不下，即将突破80万大关。克里米亚俄军损失大了，创下开战以来最大单日机组人员损失。克里米亚游击武装破坏俄军导弹运输线，克制大桥被迫关闭。F-16为何至今未能发挥出作战效能？乌克兰人的又一奇思妙想。请看前线发来的最新战况。1月2号，乌军使用美国海马斯导弹偷袭了距离前线42公里的库尔斯克伊万诺夫斯克叶村。据俄罗斯 No Contact 报道，当时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的人员正在此地的一栋建筑里集结，接受颁奖。乌军导弹直接命中大楼内正在举行颁奖仪式的俄军官兵，砰的一声巨响之后，结果悲剧了。看看这断壁残垣，就知道损失有多惨了。关键是，这已经是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10天之内遭受的第3次打击。连续吃了这么多亏，怎么就不长点记性呢？10天前的2024年12月25日，乌军发射导弹击中库尔斯克利戈夫第810海军陆战旅指挥所，导致该旅副指挥官萨利姆·穆哈贝托维奇、帕什托夫中校在内的数十名俄军指挥官丧生。没过几天，2024年12月31日，乌军袭击了库尔斯克利戈夫的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的设施，导致正在换防的俄军8死22伤。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第155海军陆战旅这些多次重建的部队，恐怕在库尔斯克又要被乌军打没了。福布斯此前报道称，拥有2500名士兵的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很可能已被摧毁，另一支俄军纪旅第155海军陆战旅也在战场上蒙受了重大损失，面临彻底重组。有句话叫既吃不记打，大概说的就是这帮家伙吧。说起俄罗斯第155海军陆战旅，也算是很有故事了。这支部队在俄军的战斗序列里其实还算比较年轻的，它于2009年正式成立，其前身为苏联在1968年组建的第55海军步兵师。自成立以来，该旅曾参与了多场战争，比如第一次车臣战争、叙利亚内战以及俄乌战争。在参加俄乌战争以前，这支队伍可以说是打得像模像样、顺风顺水，直到碰到了乌克兰这只难啃的硬骨头。在俄罗斯的这场侵略战争中，该旅是最先进入乌克兰的部队之一，首次战斗地点为切尔尼戈夫。据说，当时这支部队就损失了大约1200人，其中600多人阵亡，600多人受伤。近期福布斯爆料，这支在乌克兰领土上连续作战了大约34个月的旅级作战部队，因为战斗伤亡的原因，已经重组了10多次了。上一次克里姆林宫方面官宣它的重组消息是在2023年的5月份，当时俄官方称，第155海军步兵旅已经重建了8次，而又经过了1年多的战斗，这支部队如今到底被重建了多少次，恐怕已经没人记得清了。反正远山是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很多次了。其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乌勒达尔战役中，第155旅在对战乌克兰第72机械化旅时，由于指挥官的错误指挥，导致本部1400多人伤亡，1/3的装备被摧毁。在5月份，第155旅被普京总统授予了朱可夫勋章，这个勋章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在俄乌冲突中获得此勋章的部队不超过6个。现在这支部队中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刚刚入乌作战时的士兵，之前的那群老兵要么已经阵亡，要么就伤退退出了战场。说白了，如今这支部队除了番号以外，其实就是一支全新的部队。
在去年8月，库尔斯克被乌军入侵之后，该部队被紧急调回本土参战，又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多次打残。目前，他正在库尔斯克的泽莱尼什赫拉附近作战。乌克兰方面一些与这支部队有过战斗的士兵曾说过，有时候我觉得俄罗斯第155旅的士兵是无穷无尽的。保守估计，俄罗斯的第155旅至今已有约2400人阵亡，伤者无数。不过，该部队依然活跃在战斗第一线，打没了再重建，重建后再拼光，这种作战效率确实有点不敢恭维。不过，他们也算是真正在战场上拼过命了。从这一点上来说，还是值得称赞的。但要说到他们屡屡杀害乌克兰战俘的行为，就可谓劣迹斑斑了，也是名副其实的兽兵。他们的行为激起了乌克兰将士的同仇敌忾，以至于高层直接发话，其他部队还可以留个活口，155旅一个不留，不接受投降，就地枪杀，这也是该旅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智库 ISW 2025年1月1日对俄罗斯军队2024年作战数据进行了分析报告。2024年中，俄罗斯军队共占领了4618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为此付出了42万名士兵损失代价。即每获得1平方公里乌克兰领土，平均损失102人。俄军的这些领土收益，多数为田野与小型定居点，其中1万人以上的定居点有4个：阿夫迪夫卡、塞利多夫、武赫勒达尔和未完全占领的库拉霍夫，最大的定居点仅3.1万人口。俄军的进攻在9月、10月、11月达到峰值，平均日损失1585人。12月战场开始收益放缓，仅为593平方公里，但日损失却超过了1600人，为俄罗斯战争史上日损耗第4高峰。按这个趋势，俄军到下周的损失将突破80万人。以目前的推进速度，俄军要夺取顿涅斯克的乌军其余控制区，至少还需要2年。作为人口仅 1.43 亿、青壮年人口2466万的国家，当青壮年损失超过80万后，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动荡也将到达临界点。80万在战争经济学中是一个危险数字。具体战况方面，过去1天里，乌东接触线上，除了波克罗夫斯克战斗较为激烈外，其他战场均为零星交火。俄军在乌东没有取得任何战术性进展。库尔斯克地区，俄朝联军攻击继续受挫，特别是朝军充当人饵，损失惨重。朝军对乌军无人机、集束弹药、火炮攻击毫无经验，导致重大损失。来看一段战场花絮。1月1日，网上发布的一段影片里，俄罗斯大兵将几把步枪连接在一起，认为这样就可以抵御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了。旁边一名朝鲜士兵对此赞不绝口。他说什么呢？他说，这种武器太棒了，可以击落乌军的无人机。如果朝鲜早点有这种武器，占领美国就不在话下了。我们想说的是，打完子弹就只能跑了，上弹夹的时候，无人机就可以直接炸了你。就凭这玩意儿就把美国打下来了吗？现在乌军是频繁地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的俄军指挥所、集结地、补给线，让俄军损失急剧增加，士气低落。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视察了库尔斯克战区，在对作战部队进行表彰后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损失已达38000人，1000多套装备。希尔斯基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消灭侵略者，无论他们持有哪种护照，俄罗斯还是朝鲜，战斗仍在继续。恰西夫亚尔方向，乌军用无人机摧毁俄军4辆 T-62坦克和3辆 BMP-2 装甲车。乌克兰战场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沃、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进攻速度放缓。而在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在1月1日共向该地区乌军阵地发动了10次进攻，自身战损304人，其中161人当场死亡，143人重伤。负责乌东作战的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古伯夫少校1月1日向媒体披露了波克罗夫斯克最新战况。他表示，俄军在这个方向最近几个月遭受了最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俄军一直试图突破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但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能够到达这里。
这座城市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部队保卫，尽管敌人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依然无法取得预期成果。俄军最近试图绕过城市，从空旷的田野与建筑物较少的地区突破，避免在波克罗夫斯克进行巷战，但这个计划也被我们破坏了。敌人甚至不能通过旷野与孤立的村庄接触到城市边缘。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尽管俄军1个月前就称抵达了距离波克罗夫斯克仅3英里的地方，但之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一直都在外围打转转。该战区的乌军抵御住了俄军的外围靶点作战，而且还通过不断的防守反击收复了不少地区。尽管俄军不断有土地进展，但实际情况恐怕和简中网一些亲俄媒体天天输出的大捷有着天壤之别。1月2日，乌军公布俄军损失数，俄军损失新增1370人，代价持续走高。2024年，俄军遭受近3年来最大损失，包括损失430790名军事人员，相当于36个摩步兵师的兵力。俄军还损失3689辆坦克、8956辆装甲、13050门火炮、313门多管火箭炮、407防空系统、21345辆车辆。俄罗斯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相信2025年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大军事经济问题。我们来看一段国内有识之士的发言，普京会把俄罗斯带到沟里去。你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要呼唤强人。为什么？因为强人应声而出的时候，你的末日就到了。曾经查韦斯，我跟我的朋友打过赌的啊，好多人当时说哇，那个委内瑞拉查韦斯好伟大，好了不起。我说他会把他的国家带到沟里去的。今天他已经把他国家带到沟里了，甚至把中国都带到沟里去了，因为中国给他了几百个亿，现在回不来了，是吧？现在我敢给你们打赌，普京会把俄罗斯带到沟里去的，也会把我们带到沟里去的，因为我们有几千个亿又过去了。陈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几乎可以肯定，2025年将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一年，甚至是全球大变革的一年。你我都将成为历史见证者。乌克兰总参谋部1月1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有200名乌克兰 F-16飞行员在英国接受了基本飞行、地面和语言培训，正在或即将上机培训。英国皇家空军教官对该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了通用飞行控制、仪表飞行、低空导航以及编队飞行等方面的培训。此外，法国也计划在本月中交付给乌克兰4架幻影2005战斗机，培训计划已完成。瑞典则在加快培训乌克兰操作 ASC-890空中预警机的机组与作战指挥人员。一些挺乌网友疑惑乌克兰的 F-16为何至今未能发挥出作战效能？乌方目前主要是让 F-16参加一些低烈度的空中对抗，如拦截俄军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这么做的目的，一是磨练飞行员实战技术与心理素质，二是提高各作战单元协调能力。现代空军形成战斗力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来看看乌克兰中断俄天然气过境后续。1月1日，泽连斯基总统表示，25年前，俄罗斯每年通过乌克兰领土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量达1300多亿立方米。如今，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境量为0，这是莫斯科最大的失败之一。俄罗斯能源在欧洲市场进一步萎缩，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对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除了抱怨、打嘴炮，并没有真的切断对乌克兰的供电，反而安慰民众，上升的成本是可以接受的，斯洛伐克有足够的储备和进口渠道。也许菲佐担心的并不是斯洛伐克能源涨价，而是担心俄罗斯赚的钱少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惨，刚刚开年就遭受2025年首败。本来欧盟要付给匈牙利的11亿欧元援助资金被欧盟没收了，而且不会恢复。至今，欧盟前后阻止向匈牙利提供的援助资金已达190亿欧元，也就是说，匈牙利这3年失去190亿欧元援助资金。不知欧尔班的这亲俄政策是赚了还是赔了？随着欧盟收紧政策，长远来看，欧盟成员国中的这几个另类国要亏大发了。
12月31日，乌军情报局第13特种部队的攻击无人艇马古拉 V5，使用 R-73C Dragon 防空导弹，在黑海上空成功击落了俄军的米8直升机。详细情况，我们昨天的节目里已经有非常详细的继续描述，这里就不赘述了。1月2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证实，乌军马古拉无人艇在克里米亚击落的俄军直升机数量，总共竟然不是2架，而是3架，2架米8直升机被击落，导致16名俄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葬身鱼腹。另一架俄军卡27 PS 直升机受损，但幸运地返回。这意味着乌军不仅开创了人类史上首次无人艇重创空中目标的记录，而且这是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军第一次在1天之内失去这么多宝贵的机组人员，又创了一个记录。另多个俄罗斯军事博主证实，俄军防空筒在1月1日击落自己的一架米28攻击直升机，机组人员全部死亡。2天内，俄军损失3架直升机，大量机组人员，可以说已经是惊弓之鸟。俄军的真实战斗力让人质疑。1月2日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后方发射了72架无人机，乌军击落47架，电子压制24架，1架失去目标。俄军无人机无意击中目标。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乌军拦截导弹、无人机成功率明显提升，除了合作伙伴援助大量防空系统，乌克兰拦截技术也大幅提升。经历实战检验的乌克兰确实很不一般。乌军随后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布良斯克、奥廖尔、斯莫棱斯克、卡卢加、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多个地区，俄军多个目标被击中，损失有待澄清。再来看乌克兰人的另一项奇思妙想，乌克兰无人机向有遮盖的俄罗斯车辆仓库投掷乌克兰简易弹药 TM62 反坦克地雷。这种弹药是由 TM62 地雷反坦克加上用于稳定飞行的尾翼和简易引信制成。引信是用大多数工兵手头上的材料及时组装的 TNT 块、燃烧管和雷管帽。当掉落时，一根销钉会从燃烧管中拔出，点燃管中的火药，然后将爆炸传递到 TNT 块，然后传递到地雷。缺弹少药的乌克兰部队创造出了很多原始但是很有效的方法，来最大化手中现有弹药的效力。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这一颗反坦克地雷要是扔准了，不管是坚固的仓库还是坦克装甲车，通通灰飞烟灭。无人机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俄罗斯人防不胜防。相比战机，小型化的无人机更难防范，更多的非进攻设施暴露在广阔的空间。如今，乌军在无人机应用、远程打击、地面对抗等各方面正逐渐领先俄军，时间不在俄罗斯一方。一旦无人机参战并普及，对侵略者一方来说，这是无解的灾难，也注定了这场战争对莫斯科来说是历史分水岭，不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是无法收场的。克里米亚的游击武装 H 近来一直十分活跃，配合乌克兰方面发起了多起行动。最新消息 ，H 破坏了俄罗斯特维尔地区的导弹运输线。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月1日 ，H 武装在莫斯科西北部的特维尔州发动了新一轮突袭，目标直指俄军武器库。他们破坏了当地的导弹工厂一带，附近随即然传出剧烈的声响，在夜间听起来尤其明显。目前还不知道俄军导弹仓库的受损状况，不过临近的一段铁路线已经被毁坏严重。H 成员们在拍好视频后就安全撤离了现场。前线流传的画面显示，该铁路正在烧出熊熊的大火，沿线的设施都被波及，一同被点燃，此地的交通也陷入停滞。更关键的是，俄军正是通过这段铁路线来运输武器装备的。俄炮兵总局的第23和107军火库的导弹都要从此地运往前线。现在，它已经被亲乌克兰的游击武装严重打击，无疑将对前方俄军的武器供应产生巨大影响。近期在前线战场，俄军攻势放缓和乌军的反击正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特维尔本身离莫斯科也只有150多公里，更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与此同时，在 H 武装的发源地克里米亚
也遭受了乌克兰的新一轮攻击。元旦当天，俄占克里米亚的关键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响起了连续不断的空袭声，俄军的防空系统被迫紧急启动。接着，港口上空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详细的战损有待后续披露。不过，乌克兰的袭击已造成克里米亚大桥再次关闭。值得注意的是，A10武装曾在2024年12月底潜入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将俄军的战机数目和防空部署发给了乌军。因此，乌克兰的这几次攻击很可能也得到了他们的情报支持。接下来，双方还将怎样互动配合？我们将继续跟踪观察。乌克兰国防部最近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光纤无人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乌军已经拥有10多种光纤无人机，而且均已投入实战。这种新型防干扰无人机是专门为了对付俄罗斯的电子战干扰而设计的。所谓光纤无人机，就是在无人机上使用光纤电缆进行有线通讯与控制。光纤制导曾在多种武器上应用，可以有效应对电子干扰，但也存在距离、速度等方面限制。光纤电缆与无人机的结合，打开了新的无人机使用局面，一定程度上可使无人机不受电子战影响，从而提高打击准确性和有效性。目前，新型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仍需要进一步创新研究。未来如果可以解决光纤制导的一些短板，可以预见这种新型无人机将发挥更大战场效益。FPV 无人机作为在俄乌战争中频频出现的机型，容易受到电子干扰而导致传输图像画质差以及位置暴露。光纤通信的无人机就不同了，光纤通信具有数据传输速率高、带宽大、损耗低的特点，使得实时传输高清图像、视频和大量数据成为可能。它克服了无线电的一些缺点，具备更高的作战精准度，让无人机能够在1500米、5000米或10公里的范围内实施精准打击。尤其是5000米长的光纤卷筒，使得 FPV 无人机在各种类型的电子干扰和热敏弹面前都能保证正常操作。这种增强的适应性，使得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具备了极大的攻击优势，与传统 FPV 无人机相比有了质的提升。除此之外，光纤制导无人机的成本效益也非常显著。光纤控制器的价格低廉，仅需3000元人民币左右，而无人机本身的成本也就在2500元左右。与传统的高价军事装备相比，这种组合不仅能在更低的预算下提供更高的作战能力，也使得军事力量的配置变得更加灵活。据报道，乌克兰的这种新型防干扰无人机正在乌克兰战争中广泛使用，让传统电子战系统失去威力。这种方法几乎能避免所有常见形式的电子干扰，无疑是无人机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结语：这位乌克兰的小体操运动员因俄军导弹袭击失去了腿，但他没有放弃，在安装了义肢后再次站上了比赛的舞台。乌克兰用爱点燃了他的生命和理想，他用爱点燃乌克兰的未来和希望。乌克兰也因俄罗斯的侵略失去了太多，但他们同样不会屈服，不会投降。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